这7类人容易患上脂肪肝，提前做好预防，早发现或能逆转。脂肪肝患者根据肝细胞内脂肪物质堆积的程度分轻度、中度、重度。当肝细胞内脂肪物质堆积过多，很容易导致肝细胞产生病变或者坏死，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不良的症状。根据医学研究表明，大部分脂肪肝在经过治疗之后都有明显的改善，在肝脏病变期间会产生很多其他无法预估的症状。对于容易患上脂肪肝的人群，提前做好预防措施是治疗脂肪肝最好的方式。以下几类人就是脂肪肝的高发群体。1. 超重的人。长期超重的人会引发脂肪肝，因为超重的人由于身体脂肪过多导致血管内脂质变多，而肝脏是脂肪分解以及储存的中转站。当身体的脂质过多的时候，肝脏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造成肝细胞脂肪堆积，所以发现自己的体重超重就要及时减重。2. 喝酒过多的人。长期酗酒的人就是脂肪肝的高发群体，因为酒精的代谢需要肝脏的参与，大量酒精进入肝脏会损伤肝脏的功能，降低肝脏的排毒功能以及分解脂肪的能力，从而导致脂肪在肝脏内堆积。3. 为了减肥过度节食的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很多人选择节食的方式减肥，为了快速减重过度节食，导致身体内分泌失调，加速体内脂肪的分解，加大肝脏分解脂肪的负担，导致肝功能失调，长此以往，肝细胞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从而引发脂肪肝。4. 长期吃素的人。长期吃素的人，蛋白质缺乏，造成肝脏无法合成脂蛋白。脂蛋白是分解脂肪重要物质，长此以往，造成肝脏的脂肪堆积。所以，长期吃素的人如果想要保持身体健康，也需要从牛奶或者是蛋类等获得足够的蛋白质，否则也有形成脂肪肝的危险。5. 长期服药的人。是药三分毒，长期用药有可能会引发脂肪肝，任何药物都需要肝脏代谢，长期大量服药会导致肝脏代谢能力下降，肝脏内毒素淤积过多，肝脏分解脂肪能力下降，引发脂肪肝，特别是长时间服用肾上腺皮质激素以及4环素的人，脂肪肝的概率更高。6. 肝炎患者。肝功能受损的肝炎患者最有可能发生与高脂肪肉类和高脂肪饮食摄入相关的脂肪肝，因此有肝病的人要调养好自己，及早治疗，控制饮食。7. 高血糖或糖尿病患者。患有糖尿病或高血糖症的人，血糖水平高，血液变稠。肝脏是分解脂肪的主要器官，也是分解和储存糖分的主要器官。血糖过高会损害肝脏分解脂肪的能力，从而导致脂肪肝。综上所述，超重或体重过轻的人都可能导致脂肪肝。长期服用这些药物的人极有可能患上脂肪肝，因此尽可能减少药物摄入量以预防脂肪肝的发生很重要。脂肪肝的预防刻不容缓，因为当身体发生脂肪肝时，身体受到的损害不仅会影响肝脏，还会影响心脑血管系统。别被脂肪肝谣言骗了。脂肪肝是我们门诊非常常见的一种疾病，我们身边很多人都在体检的时候发现了脂肪肝。脂肪肝是一个严重威胁我们健康的问题，它已经变成了。但是我注意到很多人并不真正关心自己的脂肪肝，尤其是年轻人，他们检查后并不关心自己的脂肪肝，过着正常的生活。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年轻，趁着病还小，我们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越老，疾病越严重，我们付出的代价就越高。这些关于脂肪肝的谣言，大家应该都记住了。谣言1：脂肪肝不是病。不对，脂肪肝是由各种原因引起的肝细胞内脂肪堆积过多而产生的病变，属于常见的肝脏病理性病变。脂肪肝是仅次于病毒性肝炎的第2大肝病。谣言2：脂肪肝不痛不痒，不需要就医。不对，一旦检查出脂肪肝，即使不痛不痒，也需要治疗，否则病情发展到后期，对身体的影响就大了，到时候再治疗既花钱又受罪。谣言3：脂肪肝是胖胖们的专属。不对，引起脂肪肝的病因很多，除了肥胖外，还有摄入大量酒精、
快速减肥、营养不良、糖尿病、药物等因素。谣言4，脂肪肝患者一定要减肥。不一定，脂肪肝往往和肥胖相关，但是有些瘦的人也会得脂肪肝。那些瘦的人得了脂肪肝，因为本身就不胖，因此也是不需要减重的。对于营养不良性脂肪肝患者，则应适当增加营养，特别是增加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摄入。谣言5，脂肪肝只需要控制饮食就行了。不对，对于脂肪肝的患者，除了要控制饮食外，还要禁止饮酒，进行适当的运动，适当补息，保持良好的心态。另外，若脂肪肝合并糖尿病，还需要积极有效的控制血糖。谣言6，脂肪肝不会影响寿命。不一定，脂肪肝能否影响寿命，要看它的病情严重程度。轻度脂肪肝一般是不会影响到寿命的，通过日常的调节和药物治疗是能达到不错的效果的。但是，若是脂肪肝发展到肝硬化，并出现了一系列的症状，是会影响我们的寿命的。谣言7，脂肪肝不能吃鸡蛋。不对，鸡蛋中的蛋白质含量还是比较高的，足量的蛋白质是可以清除肝内的脂肪的。发现自己得了肝病，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哪些事情？得了肝病，有些人可能会变得束手无措，不知道今后该怎么办。这时候就可能出现两种极端，一种是过分小心翼翼，什么也不敢吃，什么也不敢做，生怕使自己的病情加重；另一种是在吃药期间还稍微注意些，但是在不吃药后，自我管控力就不行了，开启了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的模式。在此，我想科普一下肝病患者日常生活中的注意事项，希望大家注意一下。1. 不必一直静养。之前医学技术相对比较落后，一旦诊断出慢性肝炎，医生就让患者整天静养，躺在床上不下地。现在医学技术越来越发达了，如果肝病患者病情稳定，就不必一直静养了。稳定型肝病患者不要生气，熬夜不要过度，凡事要正常。生活规律很重要。2. 适度运动。有些人，当他们发现自己得了肝病，就觉得自己的生命完了，动不了了，只能走路了。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肝病患者适度运动是可以的，只要病情稳定即可。在运动方面，患者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病情的活动，如散步、打太极拳、打高尔夫球，避免医生建议长跑、爬山、打羽毛球等。3. 有喝法。肝病患者切勿饮酒，这一点很重要。然而现实中，很多人都控制不住自己，喝了几口。喜欢喝2次的肝病患者要注意3点：不要大量饮酒，不要天天喝，饭后喝。4. 用温水洗个澡。相关研究表明，泡澡30分钟的能量消耗约等于跑1000米的能量消耗。一般来说，肝病患者应避免在不稳定时期洗澡，然后根据病程逐渐增加洗澡的时间和次数，最好遵医嘱。洗澡时间要短，最好在15分钟以内，次数要少，每周最多3次，水温要低，42摄氏度以下。5. 避免感冒。感冒的人自然抵抗力较低，易导致肝病复发或加重，应注意精神放松、压力。6. 注意便秘。如果长期便秘，体内就会蓄积氨等有害物质，加重肝脏负担，最终导致患者昏迷。对抗便秘的措施包括适度运动、规律排便、合理饮食和保持良好姿势。7. 回去工作。过去，许多肝病患者因病情反复住院，无法继续原来的工作，被迫退休。只要目前的肝病患者情况稳定，就可以重返工作岗位。不过，复工的前提是避免繁重的工作和频繁出差，逐渐让你的身体开始工作，等到你的肝功能稳定下来，